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和土拨鼠札记联合直播。9月3号的阅兵啊，我也可以算到现场看了吧？其实我是在长安街延长线上看到了一眼啊，但是这一次阅兵呢，据说让很多的军迷变军盲了啊，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谁也没见过，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对吧？我们也找到了这个咱们真正的资深军迷啊，就是真的跟这些装备可能稍微有些关系的人啊，咱们来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呢，今天在开始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因为国内呢已经有人因为啊这个对93阅兵发表了不当言论被抓了，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直播过程中呢，请管理员们啊发挥作用，发现不和谐声音，快速删除啊，这个是给各位这个评论区管理员的一个特别的请求啊。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武器装备啊，这个其他太乱七八糟的东西咱就别去讲了啊。然后这个如果发现不太合适的，帮我们把它删掉啊，这个是跟大家嘱咐一下。好，对，行，Hello，大家好，周末好，周末晚上好。那个，我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和阅兵的接触吧。实际上，我直接参与过的阅兵至少有2次，然后间接参与的阅兵大概得有5、6次了。因为感谢就是习主席，自从他这个担任总书记之后，那么我们原来的阅兵是10年一次，就是等于逢建国的整数年，10年一次。比如89年没错，99年，然后呢09年，然后呢那个习主席，然后这个当总书记之后呢，就变成了10年4次。我这里面要再强调一下啊。中国现在是10年4次阅兵，这个消息我2013年、14年就知道了。10年4次阅兵，是哪4次呢？一个是建军的整数10年，就是每逢7，那个比方说17年、27年、37年这些的逢7，然后建党的整数10年就逢1，比如21年、31年，这是逢1。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整数10年，就逢5，15年、25年，还有一个就是原来的建国。所以呢，咱们现在的阅兵，大规模的阅兵是10年4次。但是基本上，这里面的这个阅兵，可能建军的那个阅兵一般不会在北京搞，就比如17年的阅兵就是在那朱日和那边搞的，可能就是建军那次不是在北京搞，其他应该都是在北京做，这是第二事儿。然后呢，说到我呢，实际上参加工作之后，那么我负责的这个型号就开始就是有阅兵任务，一直就有，99年就有。不过99年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所以我是个小催本。阅兵的当时呢，是我正在山东的一个地方做跟这配合生产研制一款新型的底盘，这款底盘呢，后来也是用在我们的发射装置上，然后在09年、15年什么的都参加了阅兵，而且它的变形呢，我看到今年还有呢，今年在那个阅兵场上也看到了很多，特别多。好吧，这就是是你的作一点，品还在这个操场上走呢。但是就是我那时候那时候是小催吧嘛，那时候只是负责它这个底盘我们叫汽车底盘的一个小分系统，等于慢慢后来才是做到这个型号总体的，就是那时候这是99年，然后我的前任就是总体这个前任，实际上99年当时那个时候想上天安门这个观礼台去观看阅兵，实际上我们那些设计师是都可以的，就是我们那些设计师，就我的前任什么的都被邀请去天安门观礼台去看阅兵去了，这是99年的时候。当然到09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09年的时候那个要求就很高了，那些民营企业家们这个都开始想上去了，所以就没有我们这些设计师系统的事儿了，基本上。
但是每次阅了解。兵前，实际上它要做很长时间的准备，嗯所以包括嗯我们要对一些车辆进行改进。比如有些车它那个导弹平时是平着放的，那为了阅嗯兵的时候展示方便，我们得把这个导弹让它斜一点儿，斜一点儿。但这嗯，是阅兵啊，我如果要只是用起出臂把它稍微斜一点儿，这不可靠，我们得想办法改进，这是一个事儿吧。然后另外一个，怎么让这个底盘啊，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100%的可靠，别中间趴窝。你像俄罗斯那个有坦嗯克老趴窝，这玩意儿不行，我们得改进。嗯然后第三个呢，是让这些车，你看它这车走的一个牌面非常整齐，是吧？怎么样让这个它特别走的特别整齐？这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官兵们训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我是们也有一些技术手段来让它走得整齐。然后阅兵完了，还得把车走它恢复的整齐。状态。嗯它的车的这个牌面的这个误差是毫米级的，是毫米级啊，的。对，毫米级，这一个牌，对，毫米级的。你要我天是偏差个几厘米，我直接就是拿摄像机一照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所以那是毫米级的。啊！那这玩意儿是肯定要所以这里面有上技术很多手手段了。我就告诉你啊，那就是我要配合阅兵的工作呀。嗯这对，然后阅兵完了还要把这些车再改回去。我原来上的一嗯些技术手段要给它去掉，因为它对作战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我还得给哦，它去掉。所以了解。等于这个就是说，等于说阅兵这样的事儿，基 OK。本上吧，到目前为止，我负责的一些产品还在阅兵，这是嗯，还在参阅，还在参加了。还在参与。这就是嗯，跟大家聊一下，就基本上那了个什么的，解了解。这个那么这我跟个按照阅兵的。你刚才讲的话，就是现在这些参加阅兵的设备应该都是已经列装到部队，可以有战斗力的设备吗？对，这是咱们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最少我那时候知道的就是阅兵的原则是：第一，要装备部队的，然后呢，这个而且要形成战斗力的。所以我们一般嗯都是叫什么呀？武器产品都叫做装备一代，然后嗯研制一代，然后论证一代，或者叫预言一代，嗯等于是三代。嗯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理论上讲，应该都不但是装备了部队，而且是要形成战斗力的。你理解这个意思嗯吗？就是说，战士们已经用的比较熟练了，能够去打了。如果你不嗯熟练、不能打的，那也不能够参与。嗯。了解。这个是那么就是有人说这东西是模型的，就大家就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啊，就是所有能拉出来的都是马上就能用的东西，最多呢就是比如说做了点美颜啊，把它稍微的支高了一点或者说让它排齐了一点但都是能使的真家伙。能使的真家伙。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些的话是这样子啊，我还是咱们不谈什么模型不模型，就是我就告诉你的，就是，原则是真的已经装备部队的，而且是已经形成战斗力的。嗯至于最后你在天安门广场上去看的时候，你说我给你做个，比方说训练用的和正式用的和你没有任何差别，和你没有嗯差别。我们真正的是要实用，实用的话，我告诉大家的是形成战斗力的，用嗯标准的话讲就是形成实际战斗力的。嗯。好，嗯，对。那我们就从封面上这个玩意儿开始吧，这个叫常见1000。这个玩意儿晚点儿吧，晚点儿吧，这个后晚点吧，面再聊。那好吧，咱们基本就后边上按照分门别类通过天安的开始。门广场的顺序，对，那里面还有这张图，没事儿。嗯先说这个吧，这应该是比较嗯，早过去的，因为我就是把坦克那部分都给放过去了，那个是。东西我也不是特别熟。然后大家反正不就是一个99式，一个100式坦克嘛，那个再说吧。如果感兴趣，你们留言，咱们再看看能不能聊，是吧？然后还有那是。个远程火箭弹啊，那个的我也基本上给放过去了，就是这种远程火箭弹这一类的。那就从导弹开始，
基本上。嗯那最开始出现的就是海军装备的这个海红旗6。大家注意啊，这个车门上写着一个 HZ111，我告诉大家这什么意思？H 是海，汉字海，Z 是装备装，海装111。对，1是指第一个方阵，第二个1是第一辆车第一排，第三个1是第一辆车，明白了吗？它这等于这个号是这个，为了参演现喷的，然后呢，你只要看这号就知道它站的位置对不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海装111就是你一看这个就叫海军装备第一方阵，第一排第一辆车，这是标杆车，这辆是个标杆车，所有车都以它为标准。横向对齐、纵向对齐，全以它为标准，就这辆车。然后导弹啊，这个说完了，后面的我就不再介绍了啊。然后咱们说导弹HQ，第一个 H 是海军的海字，第二个 HQ 是红旗的这个汉语拼音缩写，所以就是直接念起来就是海红旗9C。大家知道，就是中国有这个红9，一直说红9，实际上就是红旗9号地空导弹。然后红9C 就是在红旗9号地空导弹的基础上改进的升级版的这个地空导弹，就红9C。然后海红旗9C 就是说是舰载发射的这个红旗9，然后升级版。是这个意思。这是一款，所以它的很多性能和地面的这个陆基版的差不多，射程大概200-300公里。然后呢，应该具备一定的这个弹道导弹末段的弹道导弹拦截功能。所以它大致相当于我们看屏幕的左上角这个，我有一个这个红色方块里面这小图，这个是美国海军装备的这个标准6 SM6导弹。那基本上它的性能应该至少是要相当于理论上讲啊，要相当于标准那个 SM6的这个拦截弹的。在美国的这些驱逐舰上，特别是防空型的驱逐舰上，它一般会装备至少是2型中远程的这个拦截弹，一款就是 SM6，这个是可以大概射高可以到35000米吧，可以拦截这个弹道导弹近程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末段，在末段对它进行拦截。还有一种叫做 SM3 标准3导弹。那标准3导弹的话，它是可以就是这个末段高层或者甚至是中段的最后那一部分的拦截，就它的射高将近100公里了，差不离是这个意思。标准3。那我们现在这次展阅兵的时候，我有看到的就是说地面的这个中段拦截弹已经有了，待会儿咱们可以介绍。那海军上舰载的我现在还没看到。但是我知道，就海红旗9C 应该是能够做这个具备一定的反导功能的，这就海红9C。对，咱们看下一页吧。这一块的现在这个方阵都是舰载的，都是海军用的，等于前面这一波都是海军装备方阵嘛，都是舰载武器。那先看左边这个。首先，等于这就是整个视频里啊，当时央视的视频里也没有给特别特写的画面，所以只有这样一个全图，我给画了4个小方块，大家可以看，这是一款叫做近程这个拦截系统，一般可能拦截距离就10公里左右吧，10公里以内，大概是这样子。5公里到10公里，大概是这样。它相当于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再看左上角这个小图，左面这张照片的左上角这个小图，就是美国海军或者说很多北约国家的海军都装备了类似的叫拉姆近程的这个拦截弹。它呢，基本上可能射高是3000米、5000米，然后射程可能是10公里以内。一般我们在军舰上，一般呢，它是一个叫做梯次性的防御。先是比方说一个搜索雷达，假设它可以探测400公里，
然后呢，有一个中远程的这个舰空导弹，它可以拦200公里的。然后你如果突破了200公里的呢，那还有射程，比方说100公里的。如果你把100公里的也突破了，到最后还有这个，或者说这个密集阵那种机关炮，6管机关炮也能看到啊。那火神机关炮那也是。然后现在机关炮用的少了，大多是用这种拉姆。那我现在左面这张图的这几个4个小方块里面，实际上是类似于拉姆这类的，这个拦截系统，就是对应的西方的。那但是它的这个性能怎么样，我现在没有查到，就是只不过它在军舰上起的作用其实都是一样的。同样，那右面这个可能这次就是比较引起热议的，就是这个 LY1这个舰载的激光武器。我们先看右面这张图左上角这个小红方块，这是在2020年、2019年的时候，美国在一个阿利伯克级的这个导弹驱逐舰上装了一个叫 Helios 这个舰载激光武器。这个武器我看到啊，有的人说它的功率是60千瓦，有的说是150千瓦。反正具体不是特别清楚，但这个它所发挥的作用就和左面这个拉姆这个一样，它也是一种舰载的近程防空武器，等于你突破了前面2道的防守之后，那么这个是靠近已经突破了以后最后的一个防守手段。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等于中国也有了，这就等于是这个舰载激光武器。这个 Y 啊，这个 LY 到底是啥玩意儿的简称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就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对，因为咱们都是拿拼音首字母，这个就不好猜。对，这个你说什么猎鹰、雷霆什么的都可以，这个我不清楚它叫什么。是，但是像这种东西的话，因为这个它本身是在船上的东西是吧？对，它下边这个车也怪模怪样的。它下面那个车是因为这种东西消耗的功率极大，所以的话，它里面应该有一个大规模的电站，不光是电池了，首先是要有一个大的发电机组在这个车的里头，然后发出来电才能够让它可靠持续的工作。另外，这种激光武器啊，你不要想着说它照射你持续好几秒钟，它都是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的。就等于一个脉冲，比方说持续300毫秒或者500毫秒，然后邦机关掉，然后呢过一会儿再持续一个脉冲，是这种的，而不是那种能持续照射的那种。是，所以这玩意儿也是一下一下打的哈，不是说我开着就当灯泡点就行了。那当然了，你要不然你的那个功率消耗实在是太大了，你得做多大的机组啊？对，这个按照我的物理学知识的话，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充满了电以后，砰放一把，然后再歇会儿，充满了电再砰放一下。对，它可能是好几个，就是说是好几个，我可以比方说啊，我有6个这样的电容器，然后我平时的时候先攒，换句话说，我等于这样的话，我这个激光武器就可以一下连打6发嘛。有6个电容器，我就可以连打6发，对吧？假设我每一次要给每个电容器充满是5秒钟，那么我的那个就是说6个，那总共是30秒。但是呢，因为我就可以先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我可以在比方说5秒钟之内把6发打出去，先打6发，然后30秒钟之后再能连打6发，差别是这个概念。差别是这个概念。是，咱们据说这个东西有300千瓦。有可能，所以如果要是300千瓦，你要算光电转换什么的，那它可能它后面那发电机组得1200千瓦了。是，可能得1200千瓦。这个我刚才看到有人说这个 LY 有可能是烈焰，哎，我觉得这个还有点像哈，烈焰1。对，有可能，的确有可能。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对，所以未来的话，这种激光武器可能对于无人机啊，对于这种就是叫低价值，近距离低速目标的话，应该主要就靠这东西了。
不，老范是这意思，咱们后面有它这种对付无人机的，这个烈焰它不仅仅是能够对付无人机，你要就知道啊，就它的功率太大了，对付无人机用不了这么大功率，10千瓦就够了，估计。是你无人要是机这么这种的那什么吗？这么大啊，无人机那10千瓦也看就够了规模了。对啊，也看你规模了。你说这是种规模的应该是用来对付导弹的。你有人等比如是像什么美国的那个鱼叉反舰导弹啊什么的，这是用来对付这个的。你要那种乌克兰、俄乌战场上那种小无人机啊，10千瓦就够了。是，对。就这个像它这个大的是用来镜子旁边一大堆小镜子，应该是瞄准用的吧？或者各种的这个镜头啊，或者是这种传感器之类的东西。对，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可能有雷达，也可能有红外，也可能有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让它准确命中目标，来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的。是，我看一眼这个评论啊，说昨天说防御博客有人说我们激光的热性能有问题，似乎会过热，并且太热会导致前面的玻璃出现一些什么问题。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所以这个我只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因为我主要还是搞导弹的，是，运载火我觉得这箭导弹这种东西呢，第一个就是寿命肯定是存在的啊，这个甭管是这种激光武器啊，或者其他武器，它的寿命一定是不可能无限让你用下去，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该散热你散热呗，对吧？你灯泡后边还是散热呢。大家都买过投影仪，对吧？这个肯定比投影仪那个功率大嘛。对，它是这意思啊。我就是说是，任何一个产品，实际上你追求的是一个性能的平衡，而不是它对，单一性能的过高。所以你刚才说它的功率达到了300千瓦，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如果要是300千瓦的话，那你的散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你是不是是，能够妥善的处理好？所以网上在一味的吹嘘它的这个功率达到这么大，那个我就担心它的散热是不是够。如果要是说你等于是相当于是什么呀？就相当于是你的这个功率很大，然后你的散热跟不上，实际上也会影响你性能发挥的，是，也是很影响你性能发挥的。嗯。所以你比方说，所以你给可能比如说你的一个自这行车个散热上装个散不掉的话，放几下以后，然后就得休息了，等过热的对啊，你给降温了。你的对啊，所以的话，这个不是做一个产品最重要的是性能的平衡，而不是性能嗯，的某方面绝对领先。这一点包括像比如米格25战斗机飞得很嗯，快3倍音速，但是它的空战能力就很差，所以一味的追求单一性能，那不是一件好的武器装备。嗯这点是最重要的。，OK。还有人在写这个英文，Continue 连 receive。续的什么咱们不仔细读的英文了，你们最好好吧，还是发中文吧，因为英文读起来太慢。无人机当然用无人机对撞就可以，这没那么容易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无人不是机那个，对，人家也可以做机动，用这种激光对，不用这个激光来用这 LY1来反无人机是肯定可以的。我当时说嗯，用来反导是指它可以有更好的用途。你那个10千是，瓦的激光器是不能用来反这些反舰导弹啊什么的。但是这种如是，果它要达到了300千瓦，或者说是不用150千瓦，我估计用来反这个反舰导弹，大概比方说5公里或者7公里，我没算过啊，大概就可以了。如果300嗯，千瓦的话，那就可以在更远距离上，比方说10公里或者15公里，我就可以把导弹击落了。嗯，差别是这意思。对，大是。概是对对，是这意思。这个车特别好玩儿，就这个车最后还是从我面前过去了，就是右边儿这个车。
但是过的时候嗯，呢，上面整个是拿布包起来的，就是底下那车在那儿，然后上面那个烈焰一呢是整个拿帆布包起来了。就是老范，在我我告诉你，面前过的其他我跟装备都是这么你说，裸着过来的。我跟你说，我的感觉是这个车你在实际装备中可能没有，就是海军啊，不会把这个装在车上的，它只是对，这个车只是个装运输船上的。平台，它这是嗯，装在船上的，它会把这个拆下来整个装到船上，这只是为了让大家阅兵的时候让大家看着，我没法把军舰开过来，是吧？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不用太去管它这车是什么。是。好，我往下吧，们继续。这是这剩下空射反舰导弹。对，这次一下空射反舰导弹一下亮了4种，最少4种嗯，啊。实际上这4种是4种不同的模式。先看第一个，就是最左上角这个叫鹰击15外钩，是。就是外是鹰，钩是鸡，鹰击15。这款导弹实际上就是大家看它那个进气道啊，就是它这个弹体嗯，周围这4个这个方形的这个小方块这个长条形的，这是它的进气道。然后这种进气道呢，一般属于是叫做我们叫亚音速进气道，所以它使用的是亚音速的就是一个冲压发动机，亚燃冲压发嗯，动机。这就是这种形式呢，实际上中国大概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在研制，就最早的C101，嗯，大家可以在网上查。C101这款还是用于出口的一款超音速反舰导弹，它叫超音速反舰导弹，大概能飞2到3倍音速吧，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前几年我们也见过那个鹰击12，也是这种亚燃发动机的这个反舰导弹。然后对应嗯，实际上台湾也有，台湾那我们看这个右上角这个图的左上角这个图的右下角就能看到这个，我放了一个雄风3，基本上等于我应该说我们这个鹰击15肯定比雄风3先进啊，应该据说嗯，是这样子。但是呢，就是说是本身它是一个类型的，就是这种亚燃发动机的反舰导弹。这个就相对来讲啊，在这4个里面属于比较传统的，我是这么说啊，嗯，属于比较传统的，因为有后面这是。些来比较的，我就说它比较传统。然后我看上面这个照片右上的这张照片鹰击19空射的这个导弹，这就是属于它这个弹头实际上就有一点点成波体的概念了。所以我们看这右上角这个照片的右下角，我给放了嗯，一个什么呢？这个是放了一个美国的 X51A 这款高超音速的成波体的这种导弹。或嗯，者大家可以想，就是俄罗斯好像还在俄乌战争中用过那个锆10那类的导弹，就是差不多是。是这一类型的。但是我们这个鹰击19可能主要呢是用于反舰的，应该它也具备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啊，它主要是用来反舰的，所以这是一款比较牛的导弹。而且呢，嗯，它就和前面这个鹰击15用的亚音速这个冲压发动机、亚燃发动机就不一样了。它应该是超燃、超音速冲压发动机，超燃的，嗯，这就是属于比较先进，而且它看着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升力体外形，所以它是那种真正高超音速，就是5、6倍音速，刚才那是2、3倍，这应该最少能够有5、6倍音速，然后可以做高速机动、横向机动、垂向机动的这种导弹，这是第2种嗯，啊。然后第3种，咱们看那个鹰击17，这个鹰击17在我看来就是缩小版的一个东风17，只不过呢，它的发射平台东风17，咱们后面也能提到啊。东风17是发射车发射，那它这个鹰击17呢，它等于给它缩小了，把固发也减小了，把弹头也减小了，然后也是用这个成波体或者叫升力体的这个弹头，像个拍扁了的，就有点像鸭嘴似的这样的一个弹头，嗯，然后呢，这个用飞机发射，比方说轰六，后面呢待会儿嗯，咱们也能看到轰六某个系列下面的轰六，然后来发射，它也是一种高超音速的
反舰导弹，这是真正高超因素，也是大概得有5倍6倍因素，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再说鹰击20最右下角这张图，这反舰导弹的话，你看它这个样子，实际上它像一个小弹道导弹，它有点像什么呢？像以前的那个东风15B，甚至你看它和后面的那个惊雷1，就是那个空射的那个战略弹道导弹，惊雷1那个外形也比较接近，只不过尺寸更小，而且它使用的是一个我们叫双锥体的弹头，然后弹头后面这还有小翅膀，就是舵，我们叫空气舵。那它的应该是具备这个很强的也是具备这个末段的机动能力的一款空射弹道式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现在看啊，整个这4张图，左上角这个是亚燃的，这个属于比较传统的反舰导弹，这大概水平就是像什么法国什么的都有类似的啊。然后呢，右下角这个呢是空射的弹道导弹，而且是反舰弹道导弹，具备一定机动能力，这个速度应该可能是这几个里面最快的。最后，弹道式的。然后剩下那俩呢，和左上角这个一样，都属于巡航式，就有点像小飞机那样飞的。而右下角这个是弹道式的反舰导弹，等于覆盖的各种各样的类型都有了。我们有亚燃的，有超燃的，然后还有这个升力体、成波体结构的，然后还有空射弹道式导弹，等于就这4个图一下把这4种全给列出来了。就是美国人，你不是船厉害吗？对吧？咱们这个量大管饱啊，各种各样的都给你上一遍。从技术上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让我就惊讶的，也是这肯定要花不少钱的，这个绝对要花不少钱。是。实际上就是这头拿这个反舰导弹，就是咱们所有鹰击实际上都是反舰的，甭管是这个空射呀，还是鹰击有可能是反舰，也有可能对地。反正基本上呢，你就是我们一般叫做空对面目标。如果要是标准的叫法叫 air to surface， 好吧， air to surface 就是鹰击导弹。就这中国等于是咱们现在上一页看的是舰载的这个防空，上面2页实际上都是舰载防空，就是反这东西的。那个呢就是盾，这个玩意儿呢就是矛。对对对。然后小西西在这问鹰击17可以空射吗？所有带鹰击的理论上讲都是空射型，就是鹰击这2个字，我一说鹰是飞机上出来的嘛，叫鹰击。对，鹰击，理论上所有鹰击都是可以空射的。是。咱们往下看。有人说战斗部太小，对地不合适。哎，这个东西，咱们就永远期待这玩意儿就别用上就完事儿了啊。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是这样的，后面有那个大战斗部的后面也有大战斗部的，这个的话还是点穴式攻击，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点穴式攻击的。你比如像这种东西碰到美国航母的话，是1颗管用啊，还是得饱和式的来个10几颗呀？我觉得理论上1颗应该没用吧。你肯定得够一定数量的，更别忘了美国航母它是一个战斗群，它中心是航母，它的外面是一圈这个防御，等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它的这个防御圈防空的这个圈子是这样的，首先是最中心的航母，然后是什么呢？从外我先说中心是航母啊，然后从外往里说。大概往外200海里或者300海里范围，甚至更远一点，是航母的这些舰载机对航母形成第1个防护圈。第2个才是航母的，就是说这些舰载机再加上它的机载的这个拦截武器，那它整个这个防御圈就可能扩到500-600公里了，最少是500-600公里了，这一个水平，这你明白了吗，老范？然后以航母为中心，大概隔着航母几十海里，甚至上百海里，还有一些
军舰，几十海里也嗯有就是防空型的这些军舰。那这些军舰它的上面舰载的防空导弹又可以打，比方说200公里，所以大概就比方说500-600公里是一个圈儿，然后300公里一个圈儿，然后100公里一个圈儿，然后20公里或者50公里一个圈儿，然后10公里一个圈儿，你要突破这么多圈儿呢。嗯，是。但你比如说就这样的一颗导弹正的砸在航母上，是不是这航母也就废了？不是，你的废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比如失废了去战是斗力了，什么意思？你的说沉了，还是说是什么？你得沉可把这个费劲了，说好啊。这个对啊，就是他比如说就基本上退出战斗序列了呗。就是说，你比方说航母最重要的是飞机起降，是吧？如果这对，一个打中了，真的打中了，然后影响，如果打的位置好的话，也不让它失去战斗力，这个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嗯能做到的。但是它也航母上面也有一些装甲，另外航母也不是就让你打，它也有损管部队，你要小的损坏的话，它可以很快修复。休息了，所以这个的评价就比较要非常专业化的来进行评是论了。我一般来是，讲就是说，你现在来看像鹰击15这些的，我觉得一个打中了航母，能够让它短时间，比如几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之内丧失这个飞机起降能力，然后在嗯航母的损管的这个努力下，可能再过1个小时它修好了，然后又具备，你可以这么嗯。说。所以哎，我就是没问这样的一有那么个问题啊，简单的。你比如说像这种巡航导弹，像什么鹰击15、鹰击19、鹰击20鹰击17这3个，是不是都是奔侧面去的？而像这种弹道导弹，就对，是鹰击你这个话20说的，是从你这个话说不，你这个话说的就最对了。鹰击15、鹰击19、鹰击17，它是巡航导弹，它一般嗯是攻击船的侧舷，让它沉嗯，没。它对，的攻击方式，而鹰击20这样空射导弹，它是灌顶攻击。所以的话，如对，果你专门问这个的话，是嗯比较问到点儿了。像，如果要是说这4款导弹呢，哪个最适合用来反航母的话，那可能反倒是鹰击20，因为它是灌顶攻击，等于直接炸你甲板。炸甲板，嗯我的目的就是不是要让你摧毁，我是延迟你飞机的起降。而对嗯于你像这种这种攻击侧舷的这个鹰击15、鹰击17、鹰击19，航母本身它非常非常庞大，所以你还有可能装甲，即便打中了，对，即便嗯打中了，你只能造成它局部漏水，然后呢，损管去嗯修。你没法把它打沉，它那些这个，如果你不是正好打中它机库啊，或者燃油库啊什么的，它飞机可以照样起飞。这个的对它的嗯作战能力的影响就不大。所以，如嗯果我要是评估说所有这些导弹单发命中航母，哪一个对这个航母的战力影响最大的话，假设是在这个前提下，那应该鹰击嗯，20对这个航母的战力影响应该是最大的。是。了解了解，这个这个我们也这个男生过了一把嘴瘾啊，咱们俩算是水对，这个下兵器后边儿这就稍微对，这就是稍微不鱼雷嘛，这太就是一大谈了吧。堆鱼雷。有这鱼雷，个是有水雷。你像最哪右下角边儿水雷啊？这个应该是水雷，最右下角这应该是水雷，因为它啊，尾就是它没有螺旋桨部没了。有这个，对，没有这个螺旋桨，所以它应该是水雷，剩下的应该是鱼雷。不过鱼雷在阅兵上出现，我觉得也是第一次啊，也是第一次把鱼雷、水以雷都前好像不给搬上拎出来这玩意儿。来了吧？啊，对，嗯，这比较有意哎，思。我印象里水雷不都是圆的吗？都是球形的呀。啊，对，你那个太传统了，那就叫毛雷，那是最古典的，那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嗯，你那个太古老了。是，了解，这个我们就这个没有人玩过这东西，咱们就不研究了。包括后面这些预警雷达也，下一页也没什么可太多聊的了。
是，因为这也不就我也属于我看到这个特别熟车从我面前开过去了，就是我还问呢，我说这车上的一大堆小挂钩是干嘛使的？不知道。它可能是某些雷达单元吧，发射或者接收单对，元，但具体是干什么的？是这个等于大的这个雷达面上有一堆的钩，而且这个东西真正工作的时候应该是会展开的吧？应该不是这个车的形状，咱们不做这种猜测了吧？既然是好吧？我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咱们今天来聊的话，主要不是因为我就聊我比较懂的，要是那啊，种吹牛型的聊的咱这还好再多可聊的呢，待会儿再聊。对，待会儿再聊，好多可好，没聊的呢，问题。吹牛型聊，嗯，行吧？是，再往下一页咱们了。继续防然后空，进程防空啊，对，先跟大家说一声啊，这里面就有我搞过的底盘的衍生型号，嗯，一好吧，眼就认出来了，嗯，这里面就很多。然后呢，防空这一块儿，我就是先说啊，还是可能对于有些资深军迷，可能我说的就没什么必要了。但是对于那些不是很资深的军迷，有些啊，特别是有些小粉红老提一些不是很明智的问题。所以我先告诉你，防嗯，空也是，就跟我刚才说那军舰防空一样，航母战斗群的防空，防空也是体系化的，也是分很多层次的。你看这儿，红旗11，这就属嗯，于近程防空。然后，像是这个，还有后面它这里面还有红旗20，我都没往这个照片里列啊。红旗20，然后嗯，红旗22A 这类防空呢，它基本上属于中程防空。这个基本上射程可能在100公里左右啊，大概或者再稍微多一点150公里，大概是这样。然后呢，这是嗯，一个层次。然后红9C 这类的，它的防空可能比较远，而且红9C 和红19最重要的是它具备了这个一定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功能。我从网上看到的啊，它应该具嗯，备一定的弹道导弹的在末段的拦截功能，和那个海红9C 其实是类似的。实际上，这红旗嗯，9C、海红9C 就是应该在这个红旗9C 的基础上来研制的、改进得来的，是，变成了从地面发射版变成了舰载版，就差不多是这样。嗯，嗯。这这就个咱们等于是现在讲的这种近程跟中程之间的，还有远程，它这个阈值是什么地方？现在也在不停的变化。一般原来的时候进程说是10公里以内，但是现在的已经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现在导弹都发展了，现在进程我估计100公里之内都算进程了。然后到那嗯，个到这个到这个什么的时候，到这个10公里以内的时候，都是末段拦截或者叫近嗯，防系统了。近嗯，防就是刚才咱们看的那个什么 什么激光 LY1啊，什么这激光种东西。器什么的那类的了。像嗯，红旗11这类的，可能比方说最少我估计就是5公里到50公里，这可能是最少最少的就进程啊。嗯，或者说，我到30公里吧，5公里到30公里，然后呢，中程比方说30公里，或者说20公里到150公里，然后远程150嗯公里以上，基本上是这样的。，OK。远程就是可以飞出大气层去拦弹道导弹去了。还没有，远程像基本上就是说是，飞出大气层的，待会儿往下看就有了。哦，后边还有啊。好的，然后有人问了啊，说这东西对应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吗？爱国者和萨德本身就不是一个东西，爱国者的拦截是在大气层内的，就是射高嗯，大概是30公里到40公里吧，不超过40公里，应该是这样子。即使是它的 PAC3，所以它，第一主要的作战目标，第一是飞机，第二如果要是用来打防弹道导弹的话，也是防弹道导弹末段再入大气层，最后飞到30、40公里以下，40或者30公里以下的时候来拦截的。这是爱国者的。嗯，萨德对的是末段高空，或者是嗯，中段的末尾，也就是它的拦截高度应该是在80公里到
120公里或者150公里这个拦截高度的，所以你嗯这个提问就不是特别贴切，对是，吧？所以红酒 C 可能能和爱国者差不多吧，嗯，我估计啊，了解，猜测。猜测猜测，对，我们不要太认真啊。好，继续呀，就是红刚才不是二十九，在问吗？在问和是是是，什么是跟萨德差不多吗？我对对对，猜测这红旗二十嗯九才是真正跟萨德差不多，甚至比萨德可能再高一点，达到美国 GBI 的那种水平，就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水平，嗯，这个才是。就是你看它的体积是，明显大了很多，是吧？你要不然老范再给嗯，他看上一张图，上一张图。对比红酒 C 和这个红19，你再看这个红旗29，再回来，先看右线，对，再回来，你看这个体积就摆在那儿了，所以能不能够打到大气层外，我们首先要看体积。够不够个儿？对呀、你要飞出大气层，你要飞到100公里以上的，所以这嗯个应该是具备这个我们叫中段拦截的，就是在大气嗯层以在大气层外拦截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防空导弹，嗯所以我说是应该是中段反导导弹。那对嗯应的，在这张图的右上角，我也给大家正好放了一个萨德反导系统。我觉得嗯，单从体积上来看啊，这个红旗29的体积要比萨德还要大不少，所以它可能拦截高度更高。是。问个外行它的拦截问题啊，高度更高。这后边为什么是个圆尾巴呢？难道它这个导弹放在车上是头朝后吗？圆尾巴实际上这个是这样的，如果你要看到平尾巴的话，一般这种桶式发射我们有2种发射方式，一个是热发射，一个是冷发射。嗯所谓的热发射就是我这个直接就火箭发动机在桶里就点火，然后把这个桶底给冲开，然后呢就飞起来了，这叫热发射。还有嗯一种是冷发射，冷发射的话就是我有这一个燃气发射器，然后火箭发射的时候是燃气发生器先点火，然后产生高压燃气，直接把这个桶里的导弹给弹出去，梆一下弹嗯，到空中，然后再点火。你像俄罗斯的哦，这个那个 S300什么这类导弹就都是冷发射，它就都采用这种方式，包括红旗9号也是这种方式，因为红9基本上早期就是学习的俄罗斯的 S300嘛，所以它就嗯是采用这种方式。那我们现在看，一般来讲啊，如果要是冷发射的话，就是用燃气往上弹的，它的桶底可能是像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是个球，或者是个哦平面，底下是个易碎盖。如果要是热发射的话，那它桶底肯定不会是个球面，它肯定是平的。好，就是哦里面是一个易碎盖，你可以想象它就糊着一层纸，但实际上不是纸啊，它就是一个薄薄的一层泡沫聚氨酯板，然后燃气一点，梆把那聚氨酯板给喷破了，它就点火升起来了。但是就是嗯说，如果要是冷发射的话，我这个立起来的时候，这个桶底是可以着地的，是可以着哦地的。然后梆一下打来。如果要是热发射的话，我立起来以后，这个桶底不能着地，必须还要有一段距离，让我把这盖喷开，然后这个尾沿能够倒开，放上去。所嗯以从这张图上我们能看出来，就是这个红旗29它采用的应该是冷发射技术。嗯，冷发射的好处是不是这个桶可以多用几回啊？这是一个好处了，但这就是实际上习惯不同。美国一般爱用热发射，俄罗斯爱用冷发射。那中国和哦俄罗斯的这个军事交流啊什么的相对比较成熟，所以冷发射技术可能比较成熟。但冷发射也有嗯问题，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试验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弹出去以后，发动机没点火，掉下来可能把车砸了。这个也是吓人，对，
对，所以你看俄罗斯的那个军舰，它的那个舰载垂直发射系统采用冷发射，也是采用冷发射的时候，它不是垂直装在这个军舰里的，它是倾斜了一个角度，这样弹出去以后，即使发动机没点火，它也是往前掉，掉到海里，舰首前面的海里了，它没有垂直装。这个就是要设计考虑一下，但你不垂直装的话也有问题，就是说等于弹出去以后，你的这个火箭导弹啊，还要把这个姿态再调直了，还要姿态可能再调直，要做一个资控上要有一些差别，这就是得学习的事儿了。咱们继续。下面这个就属于近防的低空了。这个刚才说近程，这个就属于叫做低空了，等于比方说是10000米以下，或者说5000米以下的这些防空系统。那右上角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了，刚才不是在说 LY1这个舰载的那个激光炮吗？然后呢，老范，你不是说这是对付无人机什么的？我说对付无人机有点小菜儿了，它应该是对付导弹的，像这个。FK311，这个 FK 是什么啊 ？FK 是防空，防空哦，防空好吧，防空第3方阵的第一排第1辆车，这个呢，这小的你看着，这是正经对付无人机的这个激光武器，也是个激光武器，对对。这是上层的，然后它右边这张图，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弹炮一体的系统，就是它有一个多管的，中间是一个多管的这个加特林炮吧，加特林机炮，然后两边还有4枚，你可以想象，基本上就是单兵的那种防空导弹，像是什么刺针式啊，俄乌战争时候刺针式啊，就这种类型的防空导弹啊，是单兵携带的。对，这样的，它主要就是，比方说为一个营啊，或者说一个连呐、什么，有的时候进行一个很小区域的这个防空保护的，这是第二。然后左下角这个就是等于放了一堆这种大概是属于也接近于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的这一块然后右下角这个图就基本上是雷达了，可能是一些预警雷达。这个好像还不是。因为我看最近大家也在讲右下角这个设备，现在讲说这个东西是个微波炉，就是它是一个微波发生器，然后呢，当这个无人机过来以后的话，它是可以通过微波发生器，然后直接把无人机的元件过热，其实有点像 EMP 似的那种东西。有可能，但是不，老范，你知道这种装备，这个防空这些的，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吗？你像前面咱们看的那些防空导弹，即便是近程的，它也基本上接近于一个区域性的防空。对，这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防空，它基本上是就低空防空装备，基本上是伴随着这些解放军的陆军一起往前走的。就是你比方它的目标就是相当于就是你是和那些装甲师啊，什么坦克啊，坦克团啊什么的一起往前走。对，你可能一个坦克连，比方说4辆坦克，或者说8辆坦克里面，我给你或者说对，差不离8辆、12辆坦克，我给你配一个这个左上角的这个防无人机的，然后再给你配一个左下角的这个。是这种配置方式的。是。对，但是这个好像是有介绍说，现在这个东西是一种微波的反无人机武器，就是这个长一个大片儿，这个右下角这个东西。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太多的去讨论这些，反正是你把它想象成什么就行，你把它想象成，比如是可以用来的这个摧毁月球基地的也行。对，反正意思就是一个大微波炉呗。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据说这种叫做激光武器的话是，在功率不太够的时候，还可以把无人机上面的摄像头干掉。或者说它的一些元件啊什么，反正就逮着什么烧什么呗，照在上面就是。不是，激光武器是这个意思，就比方说，
叫做什么？嗯，你永远要考虑距离，就是是，远距离的时候是你听我说，远距离的叫软杀伤。就我可能不嗯能够给你造成物理这些整个的机体结构什么的造成物理损伤，但是我可能会毁伤你一些元器件、传感器这类的，这叫软杀伤。如果你嗯，距离近了的话，我就是硬杀伤，直接对你的结构进行损坏，是，这就是激光武器的这个概念。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微波炉，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微波武器，据我所知还没到现在这个水平。好吧，微我们我波武器是比激们这个光武器更难的，所以我就是说嘛，更费劲了。你还不如说他是去摧毁月球基地的呢，直接一照把月球基地给照毁了。这个也是网上在流传的一种方法，一种说法嘛。网上的我觉得说句难听话，傻叉儿挺多的，你不用太信了。嗯，是是是。好，啊，我们继续。啊，这是无人机。这就是这个无人机也挺多了，反正首先这前面的这个最大个儿了，然后这个可能是个什么无人，我也不知道它属于侦察还属于是攻击，反正它后面那个大个儿的应该属于察打一体的，对吧？查查一体，对，就是有点类似 MQ9啊什么这种类型的。然后再是，往后的，有人说是这个两侧的啊，这几个说是中程僚机，其实是，很有可能它的确是中程僚机，但是我觉得中程僚机实际上真正要好的话，最好是通场飞机通场的时候，比方说一个这个歼20带着4架中程僚机通场，那效果最好，这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因为现在呢，我们还在吹这样的一个牛，说这次歼20是直接上了双座舱版，说后边这个人呢就负责控制这个中程僚机的，对吧？还说歼一20般因为做来讲，的时候呢比较有你先听啊，你说，我说，一般来讲，战斗机这个双座版的，首先的作用，双座版是这个训练飞行员用的。啊，你看那教练机嘛，个什么，你看那个像巴基斯坦买的，咱们买那枭龙战机有单座版有双嗯，座版，它双座版的首先的作用是训练飞行员的。然嗯，后你说它个操作中程僚机，肯定我觉得是可能的，肯定是有可嗯，能。假如将来中程僚机真的有用了，然后呢，这个真正投入实际使用了，就是形成战斗力的时候，然后它就这个就是由后舱的驾驶员来操作，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嗯，我还是告诉你那句话，双座机，战斗机里的双座机，首先的第一作用就是训练飞行员，第二是操嗯，作一些其他的武器。你比如像 F16，后来也出双座的，那它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操作对地攻击武器，因为 F16从原来的只是单一空战变成了要这个可以对地攻击反舰，这时候有嗯，2个操作员，这都是一样，包是，括这个苏嗯，30也是双座，也是干这个用的。所以嗯，我们不能够说现在一下出现了一个双座机，歼20，就把它马上就想象成这个用来操作这个中程僚机的。你还是看到比如这个真的是有这种中程僚机和这个歼20一起在这块通场的时候，然后再说这个确信度就比较大。所以嗯，网上的这些消息，听听可以，好吧？可以可以，对。然后嗯，之所以说这个伴飞没有上去呢，这个说这一次歼20啊，或者是这个歼35的这种机队，就是每一个机队飞出来的时候，都专门有2到3架的飞机是备份的，是快要飞到这附近的时候，如果发现其他飞机都没事儿，然后这2、3个就走了，然后保持一个队形稳定。就是如果飞上来，万一比如前面有1、2架出问题了，那么这2、3架还可以顶上。因为他们后来拍到说，快飞到的时候有2、3架离开了。老范，我跟嗯你说啊，我是直接参加过阅兵，我也常住过阅兵村儿。嗯我不光嗯，是飞机是这样，车也是这样的。啊，
这些车辆多也是有预备这样一个，的哈。当然都有预备的了。所以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直接也是一个半飞机队啊，就是我等于还是形成好几组啊。那些解释，我觉得那些解释一看就很 out， 好吧？一看就很 out。那就是说现在这个中程僚机呢，这个我们只能是猜测了，反正至少是在地上跑着啊，没有在天上飞着，我们就先这么猜测吧。现在展示出来了。展示出来了，相信很快就会形成这个战斗力。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战机，然后后面有中程僚机伴飞。可能我刚才已经说了，10年4次，我们在27年的时候就会看到再一次阅兵。别忘了啊，10年4次，27年就会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中程僚机伴飞了。当然，我这里面还要说一句，我在一开始就已经给大家强调了，阅兵的这个装备能够参阅的基本条件是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明白了吧？就是你还不要忘我这句话，我在今天直播说的每句话其实都很重要的。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是。然后后边这2架，就是在这个号称是中程僚机后面的这2架的话，现在呢，网上的传闻是说这个东西叫做，就是叫净空战机，还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给他们起的。因为呢，他们没有尾翼，没有垂直尾翼，然后呢，完全隐身，就基本上属于上去放霹雳15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不，那为什么他不能也做这个什么呢？也来做中程僚机呢？所以他的意思网上的就是说，这个这些消息东西应该是，就是可能比如说在区域性防空用的。你不要让我用特别不好听的词汇来评价你在网上看到的这种我只能说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什么，然后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嘛。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说我不明白他怎么创造一个什么净空啊什么的这类的概念，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创造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当中国的这些防空系统啊，中国的这个地面的防空主要是空军的。我再回来还是看刚才那个近防这一块，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比如像红旗9什么这类的东西，再往前一点，你像红9C 啊什么这类的，恐怕它是在属军种上，我们知道中国有4大军种，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是吧？火箭军原来叫2炮，这些东西它可能大部分是属于空军的。那再往下看近程防空这一块，再往下一张，再往下一张，这些装备是属于陆军的，你知道吗？这些是属于陆军的装备，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军种。那再回到刚才的那个照片，去说是什么去给机场防空，空军的那些我们叫地空导弹部队。中国最开始引进的这个导弹的名字叫做红旗2，就是萨姆2导弹，后来中国叫红旗2。那个时候你知道中国的地空导弹部队叫什么吗？叫空军2炮。那时候就是第1炮兵是高炮部队，第2炮兵就是空军的地空导弹部队。所以实际上2炮这个名字最开始是有第1炮兵，就是陆军炮兵，然后第2炮兵是陆军的地导弹部队。后来2炮变成了相对它的整个诞生过程就是先是叫陆军2炮，后来变成2炮，把陆军2个字去了。只有陆军的这个2炮把这个陆军2个字去了，海军也有2炮，海军的2炮是岸舰导弹部队，空军的2炮是地空导弹部队，陆军的2炮后来就叫2炮，然后变成了一个独立性特别强的，虽然我们叫它兵种，直到这个后来习主席做总书记之后，看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把2炮提升成了正式一个军种，叫火箭军。你明白吗？所以你说那种要来机场防空，你觉得这些地空导弹部队，你不是在抽他们的脸吗？
嗯，总之反正是不一样的一种东西吧，这后边这两个。对，我觉得就是网上的这些胡说八道的，你也想想，你别为了捧，到时候什么都不懂，瞎他妈捧。这个没事，瞎捧不会出事儿的。这个说不好，没准进去了。好，我们就是继续。这玩意儿，对。但这些东西都没到我面前去，主要就就是因为这个剧应该是在城里就拐弯了，他们好像是到木樨地就拐弯，往北拐了。我看到的有那个拍到他们那个拐弯的那个视频，因为再往前木樨地，再往西的话就要上立交桥了，就是前面这个太宽了，上不去这个玩意儿。好吧，好吧，反正基本上无人装备这一块儿，这也是显得够这个厉害的。是，然后这块儿的啊，这块儿再强调一下，有我的参与研制过的底盘的变形。然后好吧，无人潜航器，无人潜航器这一块儿，先说前面的和船后面这个，我估计这种无人潜航器，比方说首先有几大特点，一个是用来布雷，比如刚才咱们看鱼雷那个最右下角那个，我说那可能就细是长棍的，水雷，对，可能这些无人潜航器就可以去布，而且无人潜航器在我看来的技术难度要远远的高于这个2条这个无人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些潜航器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它是潜在水里的，而在水里的话，它的通讯就很困难，所以这种潜航器应该大部分在水下航行的时候是要靠 AI 自主航行的，所以是，这就是它的这个难点了，这就是比较让人亮眼的地方。然后无人船这一块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了。从俄乌战争的角度来看，它的作用应该也是很大的。那但是相应从技术难度来讲，我觉得要比这个无人潜航器要差得太远了。对，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就无人船还是有遥控的可能的，但是无人潜航器的话就要靠 AI 了。就是无人潜航器应该说是这样的啊，无人船是可能是主要的靠这个遥控，然后短时间偶尔的时候靠 AI，或者重要的时候靠遥控，或者非重要的时候靠 AI。但无人潜航器绝大部分时间都得靠 AI，甚至很多重要的时候，越是重要的时候，为了越不暴露自己，它越得靠 AI。哎，我问你个问题啊，就像这种潜航器这种东西，它怎么定位啊？因为船这个东西你可以靠 GPS 定位，可以靠这个北斗定位，它这玩意儿在水底下应该接不到这些卫星信号吧？它这玩意儿咋定位啊？那种定位的话，第一个是你要定期升起天线来进行 GPS 定位，这个你可以做到吧？对，然后在水下的话，就靠陀螺定位啊，最主要就是陀螺定位，那陀螺定位呢？你这是一点。累积误差咋办啊？所以的话，你的陀螺精度要高。当然，你还可以做一些预设，你比如事先我在海底就放一些小信标，啊，就放一些小信标。就我是，假设，比方说，比方说我的最后在北京昆明湖底下作战，然后呢，这个我在昆明湖底下，我事先去投几个小信标下去，然后我不就能更好的在那里面定位了吗？对，就对，方法有的是啊。嗯。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东西，你要是自主作战的话，你必须得精确定位了，你才能说，哎，我跑到你港口前头去布雷去了，对吧？或者我跑的是那个航道去布雷去了，我连自己在哪儿都搞不清楚，这玩意儿咋弄啊？不，就是说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说那个好多就网上那些人啊，就他脑子比较二极管，就是什么意思啊？他认为定位就是一种方式，根本就不是。我就告诉你，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是，所有的这些装备都不是靠一种方式来定位，GPS 是其中一种，灌组是是，其中一种，还有其他的
这个方式。你比如嗯这个像是我接收你的这个升起来以后，接收你的这个基站的信号等等的都可嗯，以。两个、是，3个以上基站的信号，这些都可以。所以的定嗯位，所谓的定位这个方式一定是多种的。实际上更难的是定向，嗯比定位更难的是啊，定向。是，定向我就不跟大家多谈了。嗯，好，那我们继续。然后这还来，有这个小型的这些无人车，还有特别是机器狗，我对这个机器狗这类的比较感兴趣。然后无人车这块嗯儿，我觉得可能未来是为巷战啊，就这么小的，它可能不是嗯，说是用来这个战线上的这种对决，它可能更是，适合用来做巷战用的，这嗯，是我的感觉。对，然后是，包括一些我觉得机器狗应战该也是场救援，巷战用的。对，对，救战援，场救援。右边这个我是见过他拉担架的这个视频的。嗯，应该基本上是干这个的。对，现在说是美国的警察已经开始在进屋搜查之前上机器狗了。嗯，是吧？对，基本上就对，是就是它。干这个。但是现在这些机器狗应该都是电的，就是最开始波士顿动力做的那堆柴油机器狗，好像最后就没了，就没有实战。不是，我觉得那是未来应该是各有各的用处，你不一定，各有各的用你处。现在都没打过仗，没投入过实用，不清楚，说不定对，它柴油的也有用，这个不太好嗯，也说。是，也是。嗯，嗯，现在主要是电的。对，对，因为但巷战对于像一样，陆军来说的话，属于绝对的噩梦，特别是进攻部队。那就看吧，那就看吧，这个好吧。就是像以色列打加沙似的哈。嗯，对啊，这个你包括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也是在城市里拉锯来拉锯去的。对，所以这说这个个巷战是变形的堡垒战，好像是巴顿说的，乔治巴顿说的。不知道，反正就是说这种东西应该是那种军事科学院要去想，然后他们要对，想出各种各样的战法来，包括嗯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提什么100型坦克啊什么的这类的。100型坦克，我觉得是在某种特定的作战指导思想下产生的一种对应，满足这种指导思想、这种设想的未来的战争模式下，而满足这些要求而诞生出来的一种产品。实际上，嗯很多人就是说，比方说有些这个武器装备说这性能很好，大家觉得这些设计师很牛逼。其实这只是一方面，设计的好其实只是一方面。我身为设计嗯师，我跟你讲，就是说做一个好的产品，就是真正在实战中好用的产品，嗯最主要的还不在设计师上，实际上是在你那个用户提出的要求，你的要求要合理。比如在二嗯战的时候，二战前你还在反复要求战略舰的火炮的口径要大，但是打起来才发嗯，现不，人家都已经要用航母了。所以你要对是，未来的战争的发展方向要有很好的把握。如果你没有这嗯种能力去把握，你提出的要求就是不符合未来战争模式的这种要求，那么最后真正到战争爆发的时候，你这个性能可能看着对应你的要求来讲，可能看得很好，但用在实战上不一定嗯好，明白了吗？嗯。这二战是的很非常关键。多装备应该也是打起来以后再慢慢的去更新迭代的吧？但是你战略舰不可能啊，那战略舰不对可能啊。就对，是这个就是肯定是有还做无用另一个功的地方嘛。话说啊，嗯，另一个话不，这些东西才是你真正战前准备的东西。你是，那时候临时准备的东西的话，其实它的性能是很糟糕的，不管是 T34坦克，
还是这个美国的那些护航航母。你真打起来，这种东西是在它相当于是它只不过是经得起消耗而已，只不过是经得起消耗而已。所以作为这个叫做什么打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去找一个这些经得起消耗的，这个可以。你不能说没打仗的时候我就来做这些东西。是。你现在而且要把它作为你最先进的装备在这儿摆着的，所以你就是作战指导思想，我还是那句话，一个好的武器装备，那么它真正在未来的战场中，在战场中好用，最主要的一点是用户就是军方提出的要求符合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好，我们继续。远程打击远这一块，程打击首先武器。咱们先看车上这 ZL， 大家知道是什么了吧？ ZL 就战略，战略这俩字儿。长剑100，这属于是远程的巡航导弹，而且呢，这个弹的这个规模应该也不会太小。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我估计这些车轮之间的距离大概2米左右，就目视判断啊，大概是2米左右。两个一桥和2桥的距离，还有3桥和4桥，4桥和5桥。然后这个2桥和3桥的距离，我估计比方说4米或者3.8米，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你能够看出来，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导弹的长度大概就是7、8米，差不多至少得有这样的一个长度。这是也是一款非常远的，而且它是飞航式导弹或者叫巡航导弹，所以它也叫战略的这个巡航导弹。我们知道美国战斧可以打，比方说3000公里要空射的啊，陆射版的或者舰射版的可能能打2000公里，就是差不多是这样。这个长剑1000，应该射程远得多。原来那个我那时候去做实验的时候，他们旁边的那个实验队在射早期的长剑10，那可能是在这个09年阅兵的时候，还是15年阅兵，我忘了，09年吧，好像还给大家展示过长剑10，后来升级成长剑20，那现在升级已经到长剑1000了。所以中国在巡航导弹这方面的这个发展也是挺快的。然后旁边这个长剑20A 就是长剑10的这个长剑20的发展型了，这是射程应该是相对较近的一种。我估计长剑20A 射程可能和战斧差不多，长剑1000它的射程应该远于战斧了。然后这个鹰击18C， 这应该是一款空射型的这个远程巡航导弹，而且呢，它看着的话有点像，比方说德国那个，还是说欧洲当时给乌克兰要提供类似的这个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但那个射程好像只有500多公里。我觉得长剑18C 应该射程肯定要远于它，要不然也不会称为战略力量。而且它的这个气动外形的设计应该是非常先进的，就是它已经不再是圆柱体的外形了，它这个隐身性能应该也是比较好。像长剑1000，我不知道它的隐身性能怎么样，看不着。长剑20这个气动外形还是比较传统的，长剑鹰击18C 就属于比较前卫的这个这个外形，而且从它的头部来看，我说完，它的头部这块的话，应该是一个这个，你看它这块是平的，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光学导引头或者是红外导引头，它应该是如果把那上面应该有个保护罩，把那保护罩摘了，应该是一块玻璃。所以的话，这个说明它的有可能能够对付移动目标。有可能能够对付一些低速移动目标。我指的低速是指，比方说100公里以下时速，而不是那种飞机啊那类的。我指的是这种地面的移动目标，这就是鹰击18C。
然后这个鹰它这击个东西它是有21，翅膀的呀。对呀，我一直就说巡航导弹实际上就是一架飞机呀，飞机有啊，翅膀吗？然后对，最后我继续说这个鹰击21C，鹰击21C 是一款空射的弹道导弹，空射嗯的弹道导弹。那类比可以类比什么呢？比如俄罗斯的匕首，整天在那块嗯网上不是还在吹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我一直说那个不属于超音速，弹道导弹只要射射程够远，它都是超音速，所以匕首不能算空射的这个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其实就是这嗯样子。它之所以不能够称它为高超音速导弹，不是因为它的速度不够快，而是因为它嗯快速的情况下，它没有大范围的机动能力。所以这个就是鹰击21，是一款大概嗯射程相对近一点的，我是指和待会儿咱们要看的惊雷比的惊雷这样的空嗯射弹道导弹比，那它的射程相对较近，这样的。比方说，如果要是轰6N 可以一次挂一个惊雷的话，那这个鹰击21它嗯，可能一次能挂俩，差别是这样。是的，是。好，我们继续。然后东风17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2019年出来的时候，大家看着的都这个非常亮眼，是吧？然后这个弹头，这个鸭嘴型的弹头看着也都非常惊人。不过现在嗯，中国已经把这种乘波体外形都这个这叫什么呀？用烂掉了。这个白菜化了嘛？你看刚才那个是，鹰击17。那反舰导弹里不是也有吗？我就说它那是缩小版的东风17，那这也能看出来。嗯另外，我就刚才也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要说改装，要让观众能够看到。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这个起诉臂倾斜了一个角度，它现在这个角度只是为了便于展示的，如果要真正使用的时候，是不可能是这样的，对吧？这是应该所以你在没下面应该看它这块儿，如果放平的。仔细，对啊，你还看这还做了一个支架，把这个导弹给撑嗯，住了，弹头这块儿，仔细看图啊，是，能够看出来的，能够看到这个支架，这就是等于为阅兵专门做的一些展示嘛，是吧？这东风17就不多说，东风，我说完再说，说完东风26，然后你再说。东风你说。26的话，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也是弹道导弹反航母的，那现在已经升级到这个 D 了，已经升级到 D 了。我相信它的性能可能会更好一些了，大致是这个嗯情况，行吧？嗯，嗯，是是是，咱们继续。下面这一块儿的第一个右上角这惊雷1就是我们的空射型的这个弹道导弹。一般核武器这块儿说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呢？叫做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什么叫三位呢？就是陆基发射，然后潜艇发射，然后飞机发射，是这三个不同的发射平台，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嗯三位。所以的话，一个国家拥有现在在世界上啊，真正拥有原来就是说这个惊雷1出来之前，真正拥有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其实只有美国和前苏联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那中国嗯自从有了惊雷1之后，才叫真正的形成了这个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所以你在仔细看这个鹰击惊雷1这个导弹的这个外形，你再想想刚嗯才那个鹰击20吧，鹰击20导嗯，弹，你看看这个外形是不是非常气动布局非常类似？只不过我相信体积上肯定是差了不少这肯定啊。大呀，这惊雷一所以的话，大呀。对，大多了。这是一款空嗯射型的洲际的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基本上嗯大家基本上这么理解。然后巨浪3就是潜射的弹道导弹了，对，也是配备新型的中国的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基本上是这嗯样。然后东风61这也比较吃惊啊，我们国庆阅兵的时候，09年阅兵的时候出现的是东风31甲，那嗯个1999
年阅兵的时候出的应该是东风31，然后09年出现的应该是东风31甲，然后到了19年阅兵的时候是东风41，现在等于跳过东风51，直接就是东风61就出来了。只不过我们看它这个汽车的这个底盘还是和东风31差不多，用的是8轴16×16的这个车。长度上可能比看旁边的东风31 BJ 可能长度上稍稍长了一点儿。大致是这样，但是，它具体有什么新的这个功能的话，就不太好不太清楚了。但是总的感觉它应该，像比起俄罗斯的这个什么雅尔斯 RS-24雅尔斯或者 RS-28这类的洲际导弹，至少性能相当吧，甚至应该更先进。这是这块儿。然后东风31 BJ，这个先说刚才老范提的那个问题啊，你看它这个底，你就能看出来，它应该是冷发射的，冷发射的。然后它比31有哪些改进？咱们前2年好像还向这个南太平洋发射了一个东风31 AG，我估计这个 BJ 应该是在 AG 基础上可能有了新的完善，大概是这个情况吧。行，你说这个我还要说，这 BJ 是北京吗？肯定不是。肯定不是。B 是B， 这个不是拼音 ，B 不是拼音 ，B 是你可以东风31 B， 我或者用汉字叫东风31乙。至于这个 J 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OK，我问个问题啊，你比如像激浪3这样的这种潜射的导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潜艇发射导弹，那个导弹是竖着出来的，就是从那个潜艇上面竖着出来。这么长的一个导弹，那潜艇有这么高吗？有啊，所以你看它有些潜艇上面有一个很高的这个它有原来潜艇是个截面，应该是个圆柱，但是它上面得立起来一点儿。特别是你看朝鲜的那个核攻击潜艇，那个就更明显。有啊，它就是不行的话，如果那个原舱不行的话，它就等于把顶截掉，然后上面加一个方块呗，一定要把它装进去。所以实际上这种潜艇潜射导弹也是要体现技术的，一方面它要和你的工业化生产能力要匹配，要不然你潜艇我看有人说这个B 是乙，J 呢是井。您这个大概是看的是这个平可夫的言论吧？我不是特别的相信这个平可夫的这个猜测。实际上，是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一辆机动式发射车，但也有可能它是井啊。但如果它要真是井态发射的话，就是说它这个井到时候直接把整个桶给装井里吗？我不太清楚，这就不太了解了。对，东五 C 这款导弹呢，基本上就是实际上从84年阅兵35周年阅兵的时候，就以东五就出现了，然后99年也出了东五的改进型，然后09年也有，到19年什么东五 B， 然后再东五 C。这款导弹，首先我说东五，后来中国在东五的基础上搞了什么呢？中国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就是拿东五改的。这是第一点，长征2号运载火箭就是东五改的，所以它是一款很大型的这个液体的弹道导弹，东五 C。那现在可能有些人说都已经固体化了，为什么中国还装备这个液体的东五 C 呢？包括前面的东五 B，19年阅兵的时候是东五 B 呢？那我觉得肯定它有它自己的考虑。是吧？然后你像俄罗斯也有俄罗斯的 SS-18撒旦什么的这类的导弹，那它都是这个液体的，所以中国还是这点和俄罗斯很像，它也保留了这个液体的。但液体的好处是什么呢？液体的运载能力更大，所以它能带更重的弹头，更多的弹头，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一般来讲啊，固体导弹，比方说我们去打美国的时候，一般是走的北极航线。
为了这个节省一些燃料啊，多带一点弹头，我们一般都是走北极航线，飞越阿拉斯加。但美国呢，就为了防这个，所以它的这个 NMD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它的主要那些拦截弹、预警雷达什么都布置在阿拉斯加。那像东武这样的，或者说俄罗斯的这种液体型号、大型的发射重量将近200吨左右的这样的导弹呢，它的好处呢就是我可以不走北极了，我甚至直接就是比方说我们朝东打，直接打过去了，飞越这个太平洋，直接飞越日本，直接打过去。可能可以干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所以大致上是这个，而且因为弹头大了，我最后弹头突防的机构可能也能够做得更好，主要是这几点，但是它也有相应的缺点，比如加注时间长啊什么的，这也是相应的缺点，这也没办法，等于就是还是那种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吧，对，我觉得是这样，有在海上飘的，有在天上飞的，然后有在路上跑的，还有在井里埋着的，对吧？这个东武 C 就应该是在井里埋着的。对，这个是正经是发射井的，这是绝对是井态的。行，咱们加快点进度吧，往下。等会儿别着急，我问一个问题啊，你像这种东武 C 这样的东西，它比如说在井里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战备准备的吗？就比如说我先把这个液体燃料都给它装里头，然后就等着。战备值班是必须的，不然你干什么呢？啊，就跟美国当时和苏联冷战的，不是，我先跟你说，美国和苏联冷战的时候，美国等于它那个 B-52战略轰炸机就是挂着核弹，就整天在天上飞着，24小时保证至少有一架挂着核弹的 B-52在天上飞。这架比方说快没油了，要加完油也不行了，然后要落下来的时候，要落下来之前要再飞一架 B-52带着核弹在天上，这架才能落下来，这才叫值班。所以像这种战略导弹，东武 C 这类的导弹，它要说进入了值班状态，它肯定是推进剂都加好了，因为这是常温推进剂。比方说加进去个1-2天，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甚至更长，我不知道具体时间是多少啊。加进去，或者说要走到即将加推进剂这一步，这样你才能够一旦碰上情况，我马上就可以打。所以这才叫值班，不然什么叫值班？是，了解。继续。然后这个预警机，我简单的说，一个空警500A，这应该是19年空警500这个升级版，这没什么可说的。我说一下右边这空警600，图片不是很清楚，没办法，当时的天气就那样。然后我在这个右边这图的左上角放了一个这个 E2D 预警机，这是美国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预警机。而空警600应该是中国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预警机，所以可能那个叫什么福建舰上面未来就会装备像空警600这样的预警机了，这也相当于是我们第一款真正的舰载版的预警机。行，加快点。咱们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运20。对，然后等直播待会儿把这个做完，都介绍完，然后再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是吧，老范？然后你看看你有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攒的很多了，我们只能说待会儿咱们我知道都聊完了，请大家抓紧再问。然后运20这块儿，左边这是运20A，右边这是运20B，大家可以现在在留言啊，说运20A 和运20B，你能从外观上看到什么区别？然后我先说，在中间这个小红方框里，这是和运20基本属于同等规模的美国的 C-17运输机，环球霸王。这个 C-17大概载重量都是在60吨、70吨左右吧，大概是到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运输机，那也相当于俄罗斯的伊尔76，只不过美国还有一款就是性能更好的、运载能力更大的这个战略运输机叫 C-5A， 但数量很少，大部分的话呢就是到 C-17这个水平就已经很强了，所以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运输机。现在大家我看看有没有留言说这个发动机的啊，有朋友了，这个Realdex
这朋友已经说了，运20B 装的，你看这个发动机的直径明显要粗于这个运20A。运20B 装的是国产的涡扇，大直径的涡扇220 WS20 发动机，而运20A 使用的还是俄罗斯伊尔76上的D30发动机。所以的话，这个就是两个的最主要的区别。这位朋友，恭喜你，你看的真是眼睛太尖了，是这意思。最后一张啊，您有问题吗？然后六爷刚才说那个惊雷一，它的载机是什么？什么飞机挂这个惊雷一呢？就是这个 H6N 轰6N，不是说号称叫什么不怕六爷挂得多，就怕六爷挂一颗嘛？实际上指的就是六爷挂上这个惊雷一。当然。这个对，有人可能说这个轰6这款战机啊，是源自于俄罗斯的图16，这是一款俄罗斯前苏联从上世纪50年代就研制的飞机了。的确是这样，但是呢，也经历了不少改进。那最主要的改进呢，实际上是在中国这块等于现代化了。如果你看老款的图16或者老款的轰6。图16中国国产化以后就叫轰6嘛，老款的那个轰6的时候，它前面这个鼻锥黑的这个鼻锥原来还是玻璃的，那里面就是玻璃舱，然后里面是一个领航员在这儿，还要那个配着地图来识别，然后来给大家飞机领航的。那现在没有了，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导航技术先进了，有 GPS 有什么的，已经没有领航员这个编制了，所以的话，这是一块啊。然后发动机也是升级了的，然后机体结构也得到了优化，所以，但是总的来讲呢，它还是稍微落后了一点吧。我还是希望中国，比方说在武器装备上，像轰20什么的这类的战机要早点出来。轰6的确有一点点，让人感觉有一点点差距吧。大概是这样，然后呢，轰6除了这轰6N，这个后面这次阅兵的时候还出了轰6K 啊什么的这类的，那可能就是用来运前面的什么鹰击21呀、鹰击20啊什么这类的武器装备了。什么鹰击17啊、鹰击19啊，可能就是挂这个的时候。那基本上到这儿，我就等于把今年阅兵主要我觉得，稍微比较重要一点的武器装备给大家过了一遍，然后再来看看大家有什么留言吧。对对对，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刚才有人问惊雷一的载机是什么，这已经等于就回答了。就是这玩意儿。对，还有人说 C17比较强的是不挑跑道。这是一点，不太清楚，就是说，伊尔76运20对跑道的这个挑剔的情况，但 C17的确是可以在野战跑道上、野战机场来起降的。而且咱们看那个飞机的这个图吧，看那个调到这个运20啊，我找一找，调到运20这儿，就是它就是这种轮子的布局应该也是可以的。这种不是，就是说这种运输机，大家注意，它和普通的客机比如737比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一般的737的这个飞机的机翼是布置在机体的下方。737的机翼是布置在机体的下方，然后发动机是挂在机翼的下面。它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飞机降落之后，那么我的这个发动机离地面就很近，所以想对发动机进行检查和更换就非常非常方便。所以波音737MAX 那时候老出问题，也是因为它换了新的发动机之后，新的发动机直径太大了。为了防止它在飞行的时候这个着陆或者起飞的时候有可能误操作等等的，它这个飞机有可能发动机会蹭到地面，所以它在控制系统里加了一些指令来强迫控制飞机的一些姿态，但和当时的这个使用环境没匹配，所以导致737 MAX 那时候出了2件事儿。但是总的来讲，就是客机一般它使用下单翼，我们这种布局叫下单翼，然后呢，发动机布置在下单翼的下方。
而像军用运输机，它一般来讲，你看这是上单翼，然后发动机布置在这个上单翼的下方，这样它就让发动机离地面本身就要有一定距离，这就是为了它能够在一些野战机场上起降的一个设计初衷。是。而且我觉得像它这种底下塞满了轮子，这个应该也是比较适应的一种方式。它那种的也不是，那个不算了，那个它那种轮子都是，对，主要是重，那不是说适应野战跑道，它主要这个下单翼布局实际上就是用来适应跑道的。是。还有刚才有人问说这个东风5C 是不是覆盖全球？你从理论上讲，那是一款火箭呀。你说星舰能够那个什么吗？能够全球着陆吗？如果它可以的话，那东5C 为什么不可以呢？是。对呀。这个还有人说这个 C919是不是有救了？是不是咱们也可以使这个涡扇20啊？这不知道，这个看吧，可能不光是发动机的问题吧。是这个，因为美国前一段时间不是禁运了 C919的发动机吗？最近又解开了吗？对，就是说，发动机这一块儿，我觉得啊，像 C919，你光有一个发动机，就是你的这个，比如涡扇20，你如果要用到民用产品上，我觉得你首先要符合民用的相应的一些规范，而且你要够经济。涡扇20是不是能像 CMF1这样的这个，应该是 CMF 的这个 LEAP-1吧？我记得是，好像叫 LEAP-1C 这款发动机，这样的你的经济性是不是够？然后你的可靠性、稳定性、可维修性等等这些性能够不够？这是要考虑。你如果真把它变成一种批量生产的民用产品，对，真把它变成一种批量生产的民用产品的话，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它的技术要求、经济性要求是有新的要求的。是的。美国为什么不搞覆盖全球的？人家早就覆盖全球了，好吗？民兵导弹也是在不停的升级的，而且现在美国新款的这个最新研制的洲际弹道导弹叫哨兵，哨兵可能到2030年左右服役吧，就是民兵的真正升级换代版。是。有人说这个啊，民用机的经济性、出勤率是决定因素，对它经济性，还有它的这种可维护性什么，这个都是有要求的，还有一堆的适航证需要去领。可维护性你也可以把它归纳到经济性里面，就是一个经济性基本上能覆盖全部问题，不光是价格、使用成本，你都要考虑进去，然后可靠性。对。所以这些都要考虑进去。你说摔一架这个什么民用客机，那一下是死好几百人呐，死上百人呐。这个动静就太大了。是。就是军用的好多时候还是可以稍微的不计工本一点。对啊，军用的是稍微，而且你的维护性有一些操作，你可以强制性不让这些战士去做啊，我就这么干过。好吧。对，然后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稍微聊一聊这个100坦克呀？100坦克，我觉得是这意思。现在说，你说想聊100坦克的哪方面呢？也是属于这种叫做，就是他们对未来战争形势的一种理解吧。我觉得特别是在根据俄乌冲突以后的一些理解，因为我觉得近年来的一些冲突的话，这个印巴，这个以色列跟伊朗，这个基本上对咱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参考性的，因为它那玩意儿实在是太旧了，对吧？所以稍微有点参考性的可能就是俄乌的。那么就看到说这个无人机满天飞了以后，坦克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战场需求？
先说以色列对伊朗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还嗯是可学习的，还是挺多的。只不过不是学伊嗯，朗，是学以色列。你要去学以对，色列怎么弄，伊朗的那个就算了。但是那种战争嗯模式、作战模式，你可以去考虑。然后，嗯，你说的是哪个？俄乌还是印巴？俄乌的这种就是无人机满天飞了以后，是不是他就认为坦克不再需要那么大的炮，不再需要那么大的前装甲，他做了一圈的装甲，然后做满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像你说的什么弹炮一体啊，什么什么这种各种相控阵雷达呀，等于塞满了这种东西在车顶上。这就是他们根据俄乌战争之后，他们可能产生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和别人作战，别人不是死的，人家发对，现你用这种方式之后，人家可能会有也作会针对性战战法研究嘛。上会有变化。我举个嗯例子啊，100型坦克上面装了4个相控阵雷达，这样来实现嗯360度无死角的这个监视，这挺好的，就有嗯点像驱逐舰啊，就咱们那个叫嗯盾舰嘛，神盾舰，中华神盾嗯神盾舰。但嗯不一样的是，陆军就是陆军这种地面战场的话，那它的武器是非常非常密布的，它不是像军舰这样，军舰理论上讲，我的周围的最少100公里之内，大型军舰周边是要清空的，你有任何异物，嗯我都要给你清掉，这是军舰的嗯模式。那这个坦克的话，你配了这个，我理解，我瞎想啊，嗯胡思乱想。你这种，我比方说准备几个这个作战小队，我准备几个作战小队，嗯每一个小队，比方说，怎么说呢？大概是6个人吧。这6个人，我嗯跟你讲怎么配置啊。一个狙击手，一个狙击手助手，2个反坦克导弹发射手，然后这2个反坦克发射手各有一个助手，然后嗯这6个人形成一个小组，狙击手第一个目标就是远距离去打掉你这个相控阵雷达。我就是嗯用狙击枪，远程狙击枪直接把你的相控阵雷达打掉，然后我用这个防空这个反坦克导弹，比如像标嗯枪啊这类的反坦克导弹，对你实施攻击，你怎么办？你怎么应对这样的作战模式？嗯要好好去嗯，想一想。就是因为是这毕竟这个就是种相等到这控阵雷达些是一个很贵的这个高技术武器，你很贵，把它布置嗯，在那儿，而且它面积很大。对狙击手来大说，我在板子，比方说远程狙击枪，我想2000米之嗯外，比方说我把你狙击掉，你可能不是嗯，特别好办，所以你要想好你的战法是什么。是，哎呀，我然觉得，后现在我知道的西方的，包嗯括俄罗斯的这个阿玛塔，就是这个 T14这种坦克，都是现在的主炮都是越来越大，但是这个100型嗯，坦克，它的主炮反倒从原来的125毫米降到了105毫米。对，降下来了，这和其他的这些国家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它未来它设想的那个作战环境是什么。然后那个环境是不是就是未来的作战环境，这个我不清楚。我刚才嗯，反复在强调，就是说一款好的武对，器装备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就是等于这些军事研究部门啊，战争研究部门对未来的作战模式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嗯否则你可能这款武器尽管各项性能都非常先进，但是如果它不适应未来的作战模式，那它可能在未来的嗯战场上还是不一定会表现得很好。嗯，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是是，但即使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就最好不要拉出来练练了，就是这个反正我们摆出来阅个兵，然后呢，大家看一下说，哦，你们有了就可以了，对，这个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最好，不要打仗，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要真是要打起来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就是咱们有这种军事科学院啊什么的这类研究部门，他们也在研究应该干的就是设想未来的战争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美国打那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然后美国打伊拉克，那个之后，对中国整个这个未来战争的战略啊，就是这个作战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当时伊拉克其实是装备了大量的中国的，比如69式、79式坦克。当时伊拉克装备的这个坦克要比中国军队自己装备的还要先进，因为那时候我们没钱，需要换外汇，所以先进的坦克都是卖给了伊朗和伊拉克，因为那时候也两伊战争刚结束嘛。结果那些坦克在这个当时的叫沙漠风暴行动中啊，不堪一击，基本上，所以当时整个中国的这个就是作战方式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后中国的 ZTZ-99是主战坦克，其实就是那场变化之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看了那场战争之后，就99式这次阅兵也出现了嘛。而且那个时候研制起来非常难，因为我和他们的这个设计师什么的都聊过天儿，我们一起还经常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呢，就是早期的时候，本世纪初的时候。是，所以未来的这个仗到底怎么打，真不好说。这个呢也要看，因为像我以前也是看各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国内的这些很多人在吹这个的时候，最好先搞清楚，就是战术上是怎么想的，先把未来战争怎么打想清楚。对，也有很多这种，就是每一次，比如你看什么巴顿传啊、隆美尔传啊，看什么这个，就是他们的敌人就不是战场上的敌人啊，就是在这个原来这个装备研究时候的敌人，永远是一帮老顽固，对吧？说我们就是要这个，我们就是要那个，以前就是100年前就是这么打的，原来这个好多的研究都是这么做的，现在呢，就应该还是会稍微好一点吧。不是啊，现在不是老顽固不老顽固的事儿啊，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不就是这个吗？就你现在 ZTZ 的这个主炮，你等于和未来的是这个，就是说和西方的不太一样。而且我刚才给出了一种作战模式，我说的是6人小组，你要考虑怎么应对，就这种作战模式你怎么去应对，这才是最大的关键。就等于说什么你要有依据的。叙利亚的俄军基地还有 S-400、S-500好像也没什么反应。你是指什么？指的是对应以色列的 F-35这样的来空袭吗？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不要看纸面上吹的嘛。俄罗斯把自己的 S-400、S-300吹得很牛逼，最后作战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基本上看 S-300可能对付像苏-27、苏-30这样的，还有一定的效果。S-300我不知道有没有打下过 F-16啊。F-35是肯定没打下来过，对吧？F-16有没有用 S-300打下来过？我不知道，或者说要有也非常少，但他的确打下了不少，这个，苏-30啊、苏-27系列、苏-30啊、苏-34啊什么这类飞机，我估计 S-300打下来不少，所以干自己人还是挺强的。好吧，印度当时装备的是哪一套啊？印度不也是俄式的防空导弹吗？印度也有，印度有 S-400，在这次印巴空战中，它部署过去了没有？我不知道，但 S-300肯定部署过去了。所以他恐怕也没打下歼10C，也没打下来这个枭龙，也没有。对，是这样的。还有人说啊，美国下一代战法就是分布式作战了吧？其实怎么说呢，现在就没有这种平衡的战争，这都是这种大人打孩子式的战争。
怎么说呢？我觉得平衡式的战争要打起来，最接近于平衡式战争的，应该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吧。我们开始以对，为乌克兰很弱，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儿。最接近于平衡式战争的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场战争了。嗯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俄罗斯，就俄乌战争最给大家印象深的就是，俄罗斯吹的牛吹上天的这些武器啊，S-300、S-400、苏-35、苏-37，这个 T-90、阿玛塔 T-14，然后什么这个锆10高超音速导弹、匕首空射弹嗯道导弹，最终在实际作战中的效果微乎其微。嗯，并没有他吹的那么牛，这是的，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乌克兰并没有用什么，他只是后来才有 F-16，在那之前，在前2年根本就也没有都是苏式西方战机嘛。战机。对啊，你也没占什么优势啊。嗯，等到等到有 F-16了，等到有这些了之后，你反倒你越来越弱了。你现在很少再能看到俄罗斯什么伊斯坎德尔什么的出现，估计都消耗光了。他为什么是，伊斯坎德尔消耗光了？为什么大量的这些近程弹道导弹什么这类东西都消耗光了？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只能说明它不是数量不够，它数量够，只能说明它命嗯，中精度不够，它没有达到预计的毁伤效果。要打的重是的，要目标你打不着，所以你靠批量，嗯，批量的以后，最后你还是没打着，你就盯不上去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东风这种东西的精度能有多少？这个你问我就没法回答了。这个你干嘛要问咱们给个大概呗，这种问题？比如说不是，十米，大概也不能给啊，大概也别给好吧，那就这样吧。了，啊，大概也别给了。哎，那像俄罗斯的这些，像什么匕首啊，他们的精度能有多少？这个他们自己吹的很高啊，20米、50米什么的，他都吹过呀，嗯，他都但知道，甚至实际呢，就是这一十米以内，次的实际大概得有多少？实际现在没有明显的统计数字，但是我们能知道的，基本上它应该是，恐怕大部分达不到这个水平。因为命中精度是什么概念啊？命中精嗯度是指，比如我去打一个点，然后有50%以上的弹着点在50%的时候，这个弹落点和你的计划的这个点的偏差。然后算出来，这嗯，是个统计数字，50%以上叫 是，CEP。所以的话，俄罗斯现在的这个我们能够具体的统计数字我不知道，但是我呢看它可能100米以上有很多是100米以上，而且这和它的使用的武器的射程也有关。嗯，是。那100米以上这个事儿就差点意思了呗。和它射程有关。如果要是说，我是指的是，你比方说它射程是500公里啊、300公里啊这类的，它嗯，可能100米以上。如果它射程就只有50公里，那肯定不是100米以上啊，要和射那还是程有关。挺准的。所以这个数字没法谈，你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法回是，答了。你嗯，得针对某一个但是像型号来说。是，像伊朗打以色列的这些导弹的话，那个就基本上没有准头了吧？对，那绝对100米以上了，那就是绝嗯，对的100米以上了。就它首先啊，它的可能都不是说100米，可能是几百米。就比如，因为它飞嗯，到以色列，可能就要飞上千公里了嘛，是吧？对呀，它所隔着以它那好几个国个应该家呢中间儿。是几百米了，300-400米、四五嗯，百米，大概是这样的水平。嗯，是是。所以现在这个一个是要，飞得过去，突防，然后呢，到那头儿像东风5C 号称是多弹头，好像从5B 开始就是多弹头，然后再下去了以后呢，还要有个精度。对，这些都是，但是现在技术这么先进，慢慢的，命中精度就肯定是越来越高了，对吧？是，
对，所以这种东西取决于很多东西，取决于你的，比如你要使用 GPS，那就是使用我这个 GPS 不是指美国 GPS 啊，我是指卫星定位系统。咱们就这个什么吧，北斗吧。啊，北斗啊什么的，那就是北斗均码能够到多高啊？然后你的这再加上还有控制的这一块的，这个是个综合考虑的。假如我想突防能力强，我命中精度可能就会差一些；我要是想这个命中精度高，我突防能力可能就会差一些。因为我就不要做那么多的机动，我的突防能力肯定就我的命中精度肯定就高，但我的突防能力就差。如果我做了比较多的机动，那我的突防能力就强，我的命中精度就差。这个也是一个权衡的，所以我反复在说，你的用户军方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设计师给你设计出什么样的产品，基于现有的技术水平，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你想的作战模式，越贴近于未来真实的作战模式，那么我们能做出的产品可能在未来战争中表现就越好。是。我们这一次好像看到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就是有人发现了一个细节，说每一个战士呢都带了一块巨大的手表，应该是个人的一个终端吧，就是大概有。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大一块，就是在手腕上，然后呢，但是绝对是要比表大的，它大概应该有一个，我感觉有至少是4寸到5寸的屏幕在手上，说基本上每人一块。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呀，就是可能给发了一个这样的个人终端，然后它绑在手上的大手机。对，就是相当于一个小 pad 嘛，你想各种领导要通知啊什么什么的这类的事儿，这个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是，我觉得就让我们每一次把它拎出来看吧。这个至少我觉得从阅兵的角度上来说呢，咱们应该比美国人走的整齐，比这个什么法国人走的威武。也不像印度人那么可笑，对吧？这个就可以了，咱们就每一次看一看，然后觉得哦好厉害就行了，然后能够不用就这辈子都别用。的确是有很多耳目一新的东西，因为我等于一直是干这些工作的嘛，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些武器系统的这些就是工程师们什么的这些工作真的好辛苦啊，搞了这么多东西，而且。我觉得肯定就是说，作战部门提出的要求，他们肯定都是尽力去满足了。但是希望作战部门提出的要求非常能够真正符合未来战争中的这个实际需求，这是最重要的。这种呢，一方面是想象了，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看现在正在发生的各种战争是怎么打的嘛。这肯定是一点，但是，对，就是说，就还是那句话，你看了，你觉得你能提出来吗？这还是和这个人员的这要求有一定关系的。你对这个很熟，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可能我们同样啊，看到同一个场景，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呢，是吧？所以是差不离是这个意思吧。有人问阅兵有反星链武器吗？不知道。理论上讲，你有那么多这个星链卫星呢，现在有8000多颗，你是想反哪颗卫星？对，你是说只打掉它一颗卫星？你是说只打掉一颗星链卫星，还是说瘫痪它所有的星链卫星？要想的瘫痪掉所有的星链卫星，我估计那是军事科学院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是，而且你打的过程可能还没他发的快呢。对啊，就是啊，你就是想好这个就完了。因为前面是俄罗斯在地面上去找这个Starlink 的那个发射站。就是地面站去找这个玩意儿去打，还是挺有效的。但是现在的话是手机可以直接连在卫星上干活的，你不再需要那个地面站了。对啊，
所以实际上就是这样啊，就是大家在说反星链，你那么多星你怎么反？这是一点。还有老范刚才说的，你打掉它卫星的速度可能还没有人家的这个发射的速度快。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去研究这个策略怎么去对付这个嘛。是。OK，我觉得这个我们93阅兵上头能够讲的这些新装备吧，然后我们两个也都讲了讲，对吧？然后我这个承担的责任就是作为小白的代表，然后提出各种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个现象啊，然后让土拨鼠给我们解答。那么今天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到这儿了？已经有2个小时04分钟了。行吧，基本上差不多了。反正今天我觉得还挺好，大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让我难堪的、不好、难受的这种问题啊什么的，说的我觉得都挺好。反正就是说，我最后只是想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傻吹的。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就是如果你真的对军事感兴趣，你最好全方面的去了解一下。战争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也不是单凭1、2个技术性能，就是说号称可以横扫全球的。它必须要任何一个武器装备必须要符合未来的一个战争场景。如果它不能符合，它的性能再先进也没有用，这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行，拜拜。